小龙女吃力的摇头，嗔道：“你若寻死，我在九泉之下也不饶你。”话音未落，龙女语气若游丝。次夜，小龙女香消玉殒，永远闭上了眼睛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杨过的最终伴侣不是小龙女，而是郭芙，别急着虚我，这可是金庸自己留下的线索。金庸武侠最令人着迷之处，常在于他留白的巧思。在《神雕侠侣》结尾到《倚天屠龙记》开场之间，相隔将近100年，杨过、小龙女、耶律齐、郭芙等主要人物的最终归宿，金庸并未明讲。这片空白成为无数读者揣测和同人创作的温床。许多细心读者相信，金庸其实在小说字里行间埋下了线索，暗示了这几位人物后来的命运只待我们去发掘。透过缜密的考据和大胆的想象，江湖好手们脑补出一幅惊人的图景。原来杨过、小龙女、郭芙、耶律齐4人的命运早已在字里行间交代得清清楚楚，只不过我们当年没看懂。接下来我们先来回顾一篇10年前网友整理了脑洞分析，看看他如何串联小说细节，还原这段江湖秘史。杨过等4大主角的结局线索逐条揭晓。首先我们从原著蛛丝马迹出发，一一梳理这4位神雕主角在故事结束后的隐秘走向。请注意以下内容纯属高人依据金庸文本进行的推测，但脑补有理，细说无罪，且听我娓娓道来。1. 耶律齐大义男权走向黑化。线索1：史实呼应小说，耶律齐或有叛宋嫌疑。金庸小说素以部分情节与史实相扣闻名。神雕侠侣背景下的蒙古丞相耶律楚材是耶律齐的父亲。史载耶律楚材在蒙古大汉蒙哥死后第3年频繁昭雪追封魏王，而小说第24回恰有忽必烈的伏笔提及。皇后信用奸邪，咱们须得事事小心。耶律宰相是大大的忠臣，一时受冤，日后必可平反。这里的日后必可平反，十足暗示了耶律楚材中或平反的未来。由此推想，耶律齐极可能为了替父报冤，在神雕结局之后选择了效忠蒙古。毕竟在元代封建环境中，一介臣子要让蒙朝为前朝重臣平反，自己若不出力，如何办到？换言之，耶律齐很可能舍弃宋臣立场，转投元廷。小说中还埋下另一细节，华山论剑时，耶律齐与霍都过招，脸上被霍都一扇打伤，留下一道伤疤，算是毁容的小征兆。或许金庸在此象征这位少年鹰侠此后走向黑化的命运。2. 小龙女绝情谷底香消玉殒。线索2：解读牵强，龙女恐难逃一劫。关于小龙女结局，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，据说神雕连载时，金庸先生原拟写小龙女之死，香港明报的读者得讯后群起强烈反对，扬言若让龙姑娘香消玉殒，就抵制不买报。金庸迫于压力，只得改笔应试，设计出白鱼加蜂蜜这套令人啼笑皆非的解读方法，让龙女奇迹般续命。可这方法实在牵强，连金庸自己也嫌勉强。这种事情怎么能勉强呢？所以新修版中又补充说，小龙女练了少司少玉的内功，暂时压制剧毒。即便如此，小说从未正面写明小龙女体内情花之毒已完全解除，仅以龙女自己的话说，已经5、6年没发作了，想来已经好了。这话其实极有玄机，只要脱离绝情谷底那白玉的续命环境，再加上城市心境波动，毒素随时可能再度发作。金庸留下的伏笔还不止如此，《倚天屠龙记》中新增了一个重大情节，君子剑和淑女剑被重新铸造。这对剑是杨过与小龙女的定情信物，两人爱情的象征竟被后人熔铸重铸，意味着什么？或许只有一种可能，小龙女已不在人世，杨过才会决定献出这对定情之剑，给郭靖黄蓉重铸为倚天剑。试想，如若龙女健在，杨过怎忍心让爱剑融化？还有一点更耐人寻味，古墓派突然有了侍女。熟悉神雕的人都知道，小龙女习惯独居古墓，不喜旁人侍候。然而在《倚天屠龙记》中，黄山女子出场时，身边却带着4黑4白8位侍女，恭敬簇拥。古墓何时开始仆婢成群了？种种反常细节都隐隐指向一个残酷结论：龙女已经先是古墓，后来换了别的女主人。3. 郭襄苦练无果，一生追寻不遇。线索3：杨过行踪成谜，蓄意回避郭襄。在《神雕侠侣》结局，杨过明知小东邪郭襄对自己情根深重，临别时还与龙女相约，将来定会再见郭襄。原文：杨过对郭襄道：“小妹子他日有缘，自当再见。”小龙女心中也想，无论什么事，总要帮助这小妹子，让她高兴。然而在故事仅仅过去3年之后的《倚天屠龙记》里，我们却听说郭襄寻遍大江南北，也找不到杨过的踪影。杨过彷徨，有意避开故人，这是否意味在郭襄19岁绕天下寻杨过时，杨过身边已发生重大变故，以致不便相见？值得一提的是，金庸对神雕的修订多次反复，这对话并非 bug， 而是刻意强调杨过夫妇原本有心再会郭襄，却终究未能相见，凸显其中曲折。若一切如常，杨过理应遵诺现身，现在却避而不见，必有隐情，而这隐情很可能正是前2条线索，龙儿不在了，以及杨过身边另有人相伴。4. 杨过与郭芙刀剑之外，是否情思暗牵？
线索4：若即若离的情愫与续弦暗示。杨过与郭伯母家的大小姐郭芙向来一对欢喜冤家，在神雕中，郭芙一时冲动斩断杨过手臂，二人结下心结，但同时他们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羁绊，引来后世无数讨论。金庸武侠评论家陈默就大胆提出杨过其实爱郭芙之说，而金庸对此的回应是：陈默功夫深，看似四两拨千斤的话，其实不无默许意味。难道过芙之间真的暗藏爱意？玄机还不仅于此。金庸在新版《倚天》中用一个章回题目做了耐人寻味的暗示：箫长情短一溜黄。这几个字看似写乐器和衣着，其实大有讲究。原文：当黄衫女子出场时，4名黑衣少女手执家常洞箫，4名白衣少女怀抱缩短琴，分列八方，琴箫齐鸣，乐声优雅，箫比常规的箫长一半，琴比常规的琴短一半，此奇景令人啧啧称奇。章回题箫长情短，正是取自此处第24回原文。解读来看，箫乃东邪黄药师的武器象征，他那支玉箫能奏碧海潮生曲，琴则常让人联想到小龙女，她初登场时就在古墓弹琴答客，箫长情短是否有以消去琴弦，以后期补前期的隐喻，仿佛暗示桃花岛的长女箫承接了古墓的短弦，琴为杨过取长补短，再续前缘。再看一溜黄3字，更是扑朔迷离。乍看以为指淡黄色的衣裙，其实古典诗词中硫黄另有他意。别赋有云：会高台之硫黄，秋思词里照带硫黄居，皆点出夫妻分离之悲。如此一来，一硫黄或可解作皇家衣钵的传承，也似在暗示郭家长女与黄药师一脉相承；而夫妻分离又隐含郭芙与前夫耶律齐分道扬镳。再把镜头转回丐帮与峨眉派的互动上，倚天中有几件怪事耐人寻味。丐帮若有大事，宁找古墓传人，也不联络峨眉郭襄这位前任帮主的亲妹妹。黄衫女子出场时，丐帮众人在一片树林外高声通报，却不擅入，仿佛那林子里也藏着桃花岛式的八卦迷阵。黄衫女子驱使侍女4黑4白4阴4阳排成八卦方位，更像极桃花岛的布阵风范。此外，黄衫女击败周芷若后，随口就对张无忌说：“这刀剑就由张教主拿着吧。”处理倚天剑和屠龙刀全如自家物件，而峨眉派掌门周芷若这合法继承人反而无言默许，这副主人翁架势从何而来？上述一切线索都指向一个大胆推测：黄衫女乃郭家后人，而郭芙正是她的祖先。郭芙与杨过在后来隐居古墓，成为一对众人不知的夫妻，承接郭靖黄蓉的衣钵，将祖传武功与秘密一脉相传，并嘱咐后代在适当时机出山，协助有缘人完成复国大业。杨过与郭芙这段隐秘姻缘，就是金庸不便明言却暗笔勾勒的武林传奇。最后再提一个有趣的小巧合，在《倚天屠龙记》中，名叫光明左使杨逍与峨眉纪晓芙之间，恰巧也演绎了一段杨芙恋，一个姓杨，一个小名戴福，仿佛历史重演。当然，这可能纯属巧合，但不免让人浮想联翩。莫非金庸老人家有意在后作中留下对杨过郭芙故事的淡淡映射？以上这版脑洞大开的故事情节，看似环环相扣，自圆其说。然而当年此文一出，武林哗然，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，各抒己见。有人大呼过瘾，拍案称奇，亦有不少老丙级读者提出尖锐的反驳。正反交锋，网友对此推论的质疑，咱们就放在影片下方留言区，供各位参考对照，看看有没有你支持的反驳要点。大侠们也可以提出自个的看法，脑补情节，神雕与倚天之间发生了什么？有了上述线索做支撑，让我们大胆畅想《神雕侠侣》结局到《倚天屠龙记》开篇，这几年间江湖中可能发生的故事。以下情节纯属我们摸影校尉频道的同人脑补，并且搭配短篇动画图来表达，但会发现每一处转折都能找到小说原文的暗合之处。神雕与倚天之间发生了什么？龙女故去，杨过守墓1年。神雕16年后，36岁的杨过携40岁的小龙女告别绝情谷，返回古墓隐居。两人武功精进，过着神仙眷侣的逍遥日子。不料乐极生悲，小龙女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。杨过惊觉，莫非半年来离开谷底没吃断肠草味的白鱼，他体内余毒又渗出作怪。二人匆匆重回绝情谷底疗养。但龙女自与杨过团圆，心境大变，喜悦繁盛反伤身，少吃少欲的清心诀反倒难以压制毒性，加之离谷期间无药可续，情花之毒已深入经脉，在运功也无法完全逼出。数月后，绝情谷底石阶上，龙儿靠在过儿怀中，语气异常温柔：“过儿，你待我如此之好，我此生心愿已足，我走后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”杨过心如刀割，龙儿，别说这些，世上神医高人一定能治好你。你要真走了，我定陪你同去。小龙女吃力的摇头，嗔道：“你不寻死，我在九泉之下也不饶你。”话音未落，龙女已去若游丝。次夜，
小龙女香消玉殒，永远闭上了眼睛。杨过悲痛欲绝，在谷底为爱妻祖坟守墓，一守就是1年。耶律齐叛变，郭芙双驱离尘。1年后，杨过踏上漫无目的浪迹之旅，心中深无愧恋。同时，襄阳城内郭芙也生巨变，郭芙的丈夫丐帮帮主耶律齐卷入一场惊天风波。原来蒙古朝廷内部有人主张为功臣耶律楚材平反，但考量到耶律楚材之子真是抗元中间丐帮帮主，旨意久意不决。耶律齐得悉后，内心痛苦纠结，父亲亲越与家国忠义无法两全，他终于下定决心为父雪冤，即便背弃国家也在所不惜。第24回原文，忽必烈低声道：耶律宰相是大大的忠臣，一时受冤，日后必可平反。耶律齐暗中整顿丐帮势力，甚至偷学降龙18掌最后一式，伺机行动。某夜，他闯入郭靖帐中行刺，欲以驾投送，石孝蒙只身建功，不料刺杀失败，反遭黄蓉擒下。黄蓉震惊悲痛，妻儿，你怎会做出只等大逆不道之事？耶律齐惭愧难当，跪地泣道：先父遭奸佞诬害，孩儿此生忠孝难两全。忽必烈有意为先父平反，身为人子，实不容坐视先父遗恨莫选。黄蓉闻言，潸然泪下，一时竟语塞。此时屋外传来郭芙焦急的呼喊：齐哥，你怎么了？原来郭芙听闻动静赶来，耶律齐闻声更是羞愤交加，朝屋内岳母黄蓉磕头谢罪：我辜负了师父与福妹，一旦败露，无缘苟活，我死不足惜。黄蓉大惊，正待开口阻止，只见耶律齐一掌拍向自己天灵盖，黄蓉急伸手欲救，却扑了个空，霎时间鲜血迸现，耶律齐当场自尽。郭芙目睹爱夫殒命，万念俱灰，急欲追随而去，但念及父母白发人中黑发人，强忍悲痛没有自裁。然而他不愿再留襄阳伤心的，独自一人纵马离城，一路泪尽，形容憔悴，竟浑然不知走到了哪里。杨过郭芙重逢，两败俱伤，急忙。话说杨过漫游途中，忽见前方来了一骑瘦马，马上一名少妇，形容枯槁，神情恍惚。定睛一看，那少妇竟是郭芙。杨过不禁又惊又喜，上前唤道：郭姑娘。郭芙闻声一颤，抬头认出杨过，百感交集之下，热泪夺眶而出，张口唤道：杨大哥。随即意识不妥，又别过头去拭泪。两人多年未见，此刻却在他乡偶遇，一个失妻，一个丧夫，皆是沉痛孤苦之人。悲伤共鸣让过芙卸下了昔日的所有成见与隔阂，在相互扶持疗伤的朝夕相处中，两颗缤纷的心慢慢融化，终于走到了一起。此时杨过38岁，郭芙也33有余，半生漂泊后，总算找到了新的依靠。郭靖、黄蓉获悉女儿与义弟杨过携手，自是五味杂陈。一方面，郭家与杨过的积怨恩怨总算化解，苦命两人能彼此取满，他们感到欣慰；但另一方面，又难免为小女儿郭襄心疼。香儿对杨过情深似海，如今却要眼看心上人变成子夫，这教他如何承受？黄蓉深知此劫厉害，特地嘱咐杨过、郭芙对郭襄的事会莫如深，尽量避开香儿，不让他知道真相。郭靖、黄蓉已将毕生武功绝学青囊香授予杨芙二人，希望二人守望相助，肩负起守护武林、对抗蒙古的重任。不久，战局日紧，襄阳危机四伏。黄蓉对郭芙道：福儿，你多年随军出力，也该好好休养一阵。近日我新收了2个贴身丫鬟，小兰和翠儿，家园被蒙古兵险所毁，我打算派他们随你与过儿同去古墓，那儿清静，也好陪你解解闷。郭芙本舍不得双亲，不愿远离襄阳，但见母亲语带关爱坚决，便含泪依从。就这样，杨过携郭芙以及2名侍女离开硝烟弥漫的襄阳，回到终南山下古墓附近，在附近另建了一处居所，夫汤妇水，隐姓埋名，过起了神仙眷侣的生活。传奇落幕，各归其位。杨过、郭芙归隐后，武林风雨人在变幻。耶律齐之死给郭家蒙上阴影。虽然郭靖、黄蓉并未责怪耶律燕、耶律齐妹妹有意，但燕妹子自己心中有愧，不久也悄然离开襄阳，带着儿子远走西域。在城破前夕，老顽童朱不通的徒弟朱子柳意识到襄阳终南姓名，也嘱咐后人与武三通之子一家一同西遁。后来倚天宗、武青音、朱九真2位姑娘真是他们的后代。襄阳城破前2年，于公元1271年，郭靖、黄蓉与杨过、郭芙密议一件大事，铸造倚天剑与屠龙刀。黄蓉决定将《射雕3部曲》中最重要的兵书武学秘籍藏入这刀剑之中，以传后世。于是杨过夫妇从古墓赶来，献出玄铁重
重剑，杨过当年赠给郭襄的礼物，和君子淑女双剑作为铸造材料。黄蓉将玄铁剑和西方金晶铸成屠龙刀，内藏5幕遗书。又将杨过、龙女的定情双剑熔铸成倚天剑、玄铁重剑余料亦注入其中，剑中暗藏9阴真经、降龙18掌技艺的武学秘籍。郭靖夫妇原打算倚天剑传与次女郭襄，屠龙刀传与幼子郭破虏，并叮嘱杨过、郭芙2人的后代密切关注这对刀剑的下落，在适当时机助刀剑找到明主。此外，为安慰郭襄失落芳心，黄蓉善意谎称玄铁重剑乃杨过特地托人送给郭襄的礼物。郭襄得到此物，果然大受感动，难怪后来创立峨眉时将玄铁剑配造成本派铁指环，可见真实。然而纸包不住火，随着时间推移，郭襄终于察觉了杨过与郭芙之间不寻常的情谊。心灰意冷的他，在襄阳城破前夕悄然离开，独自浪迹天涯，不愿再踏足伤心的，又依愿丐帮隐瞒侄子下落。郭襄自此与丐帮渐行渐远，将全部心思寄托于江湖游历和武学修行之中。郭靖、黄蓉殉城那年，1273年，郭破虏遇战死沙场，郭襄辗转逃到川西避世潜修。数年后，郭襄看破红尘，削发为尼，创立峨眉派。但他始终挂念着姐姐一家和倚天屠龙的重任，在临终圆寂前，将倚天剑及其中秘密只传峨眉第3代，也就是风铃师太。疑隐也是担心明教中人及杨过、郭芙的后代会前来寻见夺秘吧。至此，我们在梳理郭靖、黄蓉3个子女的遗产分配。郭襄继承了倚天剑以及其中隐藏的线索，但他本人并未能参透或修习。郭破虏短暂持有屠龙刀，随襄阳城破，下落不明。郭芙则实质上继承了父母武功活在人间的权利，他以丐帮前帮主夫人的身份掌握帮中嫡系人脉，又通过侄子持续关注着屠龙刀与天剑的动态。黄山女子虽隐居不出，却对武林大事了如指掌，其情报只能来自丐帮势力，因此他才能在紧要关头出现，帮助张无忌等人夺取刀剑，完成祖辈遗愿。终南山下，活死人墓，神雕侠侣，绝迹江湖。总的来说，关于杨过、郭芙、小龙女、耶律齐这几位神雕侠侣人物的最终归宿，金庸先生没有明写，却引发后人层出不穷的脑补和探讨。一套过服配、龙女士、齐盼颂、香心碎的同人推论，虽然未获金庸正式承认，但也并非全无道理。反之，各种脑洞大开的猜想，如杨逍其实是杨过后人，独孤求败就是萧峰等等，更是令人拍案叫绝。这些二创内容有的纯属娱乐，有的结合考据，但不管怎样，都丰富了武侠世界的生命力。其实这正是金庸武侠成为经典的不朽魅力之一。正如托尔金的《哈比人》与魔戒之间留下60年空白，后人据此想象出庞大传说与游戏世界；又如《三国演义》据史书演绎故事，而后世无数小说、戏曲、游戏再从《三国演义》的缝隙开展新篇。经典的魅力在于源源不绝的再创造空间。金庸老先生深谙此道，在《倚天屠龙记》末尾安排黄山女子点到即止的揭示刀剑之秘，却不言明她的姓名来历，就是留下一笔千古之谜。他自己也曾打趣说道：“读者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。”这种留白与开放式结局手法，赋予作品更长远的讨论度和生命力。我们今天热烈讨论杨过和郭芙的八卦，正说明了这点。或许对创作者而言，大侠的形象不能轻易蒙尘，所以杨过绝不能明目张胆地娶2妻。郭襄和郭芙姐妹矛盾也不好点破。但对读者来说，真相反而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们在这片留白中找到了无穷乐趣与想象。如同魔戒远征和华山论剑交织而成的浪漫，在正史与演绎之间，每个人都可以是说书人，替心爱的角色写一个圆满结局。最后不妨把这道思考题留给各位，您相信杨过最后的伴侣是谁？欢迎在评论区畅抒己见，脑洞大开。无论答案如何，我们都要感谢金庸笔下营造的这片广阔天地，让我们能够世世代代为之着迷，为之续写。我们是摸影校尉，感谢大侠的收看，我们下回见。